农历新年就要到了，但是在这个欢庆的团圆时刻，你的内心是不是开始隐隐作痛？想象一下，当你刚坐上年夜饭桌的时候，亲戚的灵魂拷问就开始了。你的薪水多少啊？有没有男朋友啦？什么时候打算结婚呢？怎么还不买房子呢？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甚至有一种想要立刻夺门而出的冲动？千万不要觉得你太敏感或者是没礼貌。从生理机制的层面来说，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已经进入了战斗或逃跑的一个模式哦。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正在疯狂的上升，让你的理智脑瞬间断线。过年最累的不是体力，而是像我刚刚所说的这种社交过载。今天我就要教你如何利用脑科学为自己穿上一层社交防弹衣。我会公开3个快速让压力荷尔蒙降温的秘诀，让你在面对这些灵魂拷问的时候，依然可以优雅的平静面对。大家好，我是 Dr. 静宁，微生物学博士、生物工程师。在生物工程的逻辑里，一个系统如果受到过多的外部讯号干扰，就会产生噪声，就会导致效能的下降。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的哦。过年期间的各种社交活动，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外部噪声。这一集影片，我想要送给每一位有过年焦虑的朋友。我们要透过大脑运作的原理，来优化你的神经防御系统，重新拿回你的好心情。首先，让我们来认识这个让你焦虑的背后元凶，就是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如果让我们拆解背后的原理，皮质醇其实是身体内的一个长期压力警报器。当亲戚问出那些让你尴尬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大脑杏仁核会把这些问题视为是生存威胁。为什么我们的杏仁核会这样解读这些讯息呢？第一个，这是因为演化所留下来的错误警报。在原始时代，这种压力讯号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躲避野兽。但现在你的大脑把阿姨问你的薪水有多少跟被老虎追当成了同样等级的威胁。所以当我们的皮质醇一升高，你的血液就会从大脑流向你的肌肉。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被问到这些尴尬的问题的时候，你的脑袋会突然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是因为你的智慧系统已经被强制关闭了。第二个，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的陷阱。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机制。我们的大脑里有一种神经元，让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当你感觉到亲戚在批评你，或者是为你焦虑的时候，你的镜像神经元呢，就会同步这些负面的情绪。这个结果就是，你不但是承受了自己的压力，同时你也替那些爱操心的亲戚承受了他们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跟某一些亲戚聊完天，你会觉得特别的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刚刚经历了一场情绪寄生。很多人都会说，你就不要理他们就好啦。可是为什么真正做起来这么难呢？从大脑演化的路径来看，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社交生物，被群体认可还有长辈的肯定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生存本能。当这些本能被挑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它就会感觉到一个社会排斥的恐惧。这样呢，就会导致你的前额叶负责理性的部分，还有边缘系统负责情绪的部分有冲突的感觉。你的理性呢，告诉你不要在乎这一些，但你的情绪中枢却在疯狂的呐喊：糟糕，我不被认可了。这样子的内耗才是我们过年最耗电的一个地方。为了让大家可以平安度过这个年假，我为大家准备了
3个实用的神经调节技巧。第一个，生理性的叹气，又称为即时皮质醇降温法。当你感觉到你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的时候，请马上做这个生理性的叹气。那这个要怎么做呢？就是用力的吸2次，然后再长长的呼1次。大家都学会了吗？根据神经调节的原理，这样子做的话，会快速的扩张我们的肺泡，并透过迷走神经向我们的大脑传送一个安全的信号，在30秒内强行把这个压力的讯号压下来。第二个，断开镜像连接，情绪防护衣。当我们在面对询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中做一个视觉化的练习，想象我们和对方之间有一个透明的保护膜，同时告诉自己，这个呢是对方的焦虑，跟我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我们的镜像神经元断开这个连接。第3个就是压力性的反问，转移这个压力的路径，不要让对方的问题停留在你的系统中。当亲戚问你说怎么还不结婚呢？你可以温柔的微笑，反问对方：阿姨，你当初是怎么决定要结婚的呢？从生化反应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动作可以瞬间让对方的脑袋从批判的模式转到回忆的模式，同时也把这个压力送还给对方。过年的本意应该是让辛劳一整年的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当我们学会用科学的视角来看透这些社交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拷问其实只是显示了别人的不安，与你的价值没有关系。如果今天这部影片有顺利的帮助你穿上了社交防弹衣，记得要帮我点赞并且分享。最重要的是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开启你的小铃铛。我是 Dr. 静宁，在科学里看见生命的奇迹。祝福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又清爽的新年。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